你知道亲人火化时为什么不让家属靠近火化间吗？不是怕触碰到什么禁忌，而是背后隐藏着3个既现实又残酷的真相。当亲人走进火化间的那一刻，那扇缓缓关上的大门其实并不是为了守住什么封建迷信的禁忌，它更像是一道心理防火墙，把那些过于残酷甚至足以摧毁一个普通人理智的现实通通挡在了门里。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个疙瘩，觉得前面告别仪式都好好的，为什么到了最后关头反而不让看了，甚至会瞎猜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猫腻。其实你想想，这道理就跟医生做手术不让家属进手术室一样，不是因为神秘，而是因为手术台上的血淋淋和火化炉里的极度真实，一旦印在脑子里，可能这辈子都抹不掉。在正式送进去之前，热炼师会像对待熟睡的亲人一样，帮逝者洗净身体，穿好寿衣，甚至会一点点修补好那些因为意外留下的伤痕，让他们看起来尽可能的平静和体面。可问题就在于，这种体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它只存在于你看到的最后一面。一旦进入实操流程，那个曾经鲜活的人，在工作人员眼里就变成了一组复杂的物化数据。这种转变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身上那些额外配置通通拆掉。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很多老人家身体里都带着起搏器，或者补牙留下的假牙，手术后的钢钉，这些东西在平时是救命的宝贝，但在上千度的高温火化炉里，它们简直就是随时会炸的地雷。尤其是心脏起搏器，它里面的电池和真空芯片在高温下会迅速膨胀，最后像个密封的打火机被扔进火堆一样，直接在炉子里炸开，不仅会损坏价值100万的精密设备，甚至可能伤到操作员。还有些女生爱美做的硅胶假体或者是假肢，这些东西的沸点高的离谱，火化炉那1000多度根本烧不化它们，最后它们会像融化的强力胶水一样死死地粘在炉壁上，清理起来极其麻烦。你想想，如果这时候家属就在旁边看着，工作人员拿着工具在亲人身上拆零件，或者听到炉子里传来剧烈的爆炸声，那种冲击力是任何心理准备都接不住的。所以关上那扇门其实是管理方在替你做一次记忆筛选，把那些冰冷的像是在拆解机器一样的画面永远留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当那扇厚重的炉门彻底闭合，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很多人脑海里想象的火化可能像电影里那样，火苗一卷，人就安安静静的变成了灰，但现实远比这要剧烈得多。现在的火化炉通常是用天然气或者柴油作为燃料，内部预热就能达到200摄氏度，而一旦正式开始，温度会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到800甚至1400摄氏度。在最初的几十秒里，头发和衣服瞬间就会化为乌有，紧接着身体里的水分开始疯狂蒸发，皮肤在高温下会发出一种类似油锅炸响的滋滋声，然后迅速干瘪下去。这种画面即便是最理性的家属恐怕也看不得自己的至亲经历这种煎熬。更让人揪心的其实是接下来的生理反应。大概在10分钟左右，当炉内温度爬升到600摄氏度时，体内的脂肪开始碳化燃烧，这时候最容易让家属崩溃的灵异现象就可能出现。你可能会听到从炉子里传出类似叹气，甚至像是在哭泣的声音。别怕，这真不是什么死而复生，其实原理特别简单，就像你用力挤压一个快要爆裂的气球，或者把一根带着水分的干柴扔进火堆一样。这是因为肺部残留的空气在高温下迅速膨胀，顺着喉咙冲出来，经过声带时发出的物理动静。但在那种极度悲痛的环境下，如果家属亲耳听到门里传出哭声，谁还能保持冷静？万一有人觉得亲人还活着，不顾一切地想冲进去救人，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所以这扇门其实也是在挡住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觉。随着火势越来越猛，温度逼近900摄氏度，骨骼也会因为受热不均匀而发生断裂，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就像冬天的木头在壁炉里炸裂开来一样。为了让火化过程更彻底更均匀，工作人员在这个阶段还得保持绝对的冷静，用专业的工具去调整遗体的位置。在他们眼里，这是为了确保最后拿出来的骨灰纯净完整，是一种职业操守。但在家属眼里，这种对亲人身体的翻动极容易被解读成不尊重，甚至引发巨大的冲突。
说到底，我们都希望留给彼此最后的记忆是温柔的、静态的，而不是这些带着响动、带着剧烈变化的残酷细节。关上门就是为了给这份最后的尊严留出一块空白，让所有的剧烈都留在暗处，把平静还给等候的人。等到这1个小时的剧烈变化慢慢归于沉静，炉门再次打开时，那种感官上的冲击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刚才小。很多人第一次见到火花后的样子，心里都会有一个极大的落差。一个原本高大鲜活的人，最后在那块板子上剩下的只有几块并不算大的残骸。这时候工作人员会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用强磁铁吸走那些烧不化的手术钢钉、假牙或者金属支架，确保最后留下的骨灰是纯净的。接着大块的骨骼会被进一步研磨成细沙状的粉末，最后装进那个巴掌大的盒子里，总共重量也不过3斤左右。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搬离一个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最后打包出来的行李竟然是有一个手提箱。那种生命被极度浓缩后的荒凉感，如果没有那道门的阻隔和缓冲，恐怕谁都很难一下子接受。其实我们之所以害怕那扇门，是因为我们本能的想抓住人还在的证明，但那扇门后的真相却在冷冰冰地告诉你，生命已经彻底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很多人在送别后的头几天会觉得世界崩塌了，少了一个重要的人，日子肯定没法过了。可现实最扎心的地方就在于，生活这台巨大的机器根本不会因为谁的离开而停转。几天之后，来奔丧的亲戚朋友会各回各家，回归自己的柴米油盐。1年之后，曾经最亲近的人可能也会慢慢走出悲痛，把思念深藏在心底，开始尝试新的生活。你的名字会从每天都要念叨的话题，变成饭桌上偶尔提起的一句感慨，语气里少了当初的撕心裂肺，多了些云淡风轻的释然。有人说，人这一辈子要死3次，心跳停止是生理上的离开，葬礼结束是社会地位的离开，而当这世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把你忘了，那才是真正的消失。听起来挺伤感的，但换个角度想，既然结局都是变成历史长河里的一粒沙，那我们平时拼命争来的那些地位财富，在最后那个3斤重的小盒子里，到底能占多少分量呢？能支撑我们走完这一程，让我们在回望时觉得没白活的，从来不是那些带不走的成就，而是那些热气腾腾的瞬间，是一顿普通的团圆饭，是一次不经意的玩笑，或者是某个午后最平凡的陪伴。那扇不让靠近的门，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既然最后都要体面的告别，不如趁现在还在一起的时候，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再认真一点。看透了生死的真相，才更懂活着的滚烫。如果你也对这些藏在生活缝隙里的冷知识感到好奇，记得关注辣目好奇，陪你撕开日常的表象，看清那些扎心却真实的底层逻辑。我们下期见。